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做事情总是屡战屡败，却苦苦找不到原因。通过聊天，我发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能力的欠缺，而是境界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就如同井底之蛙，就只能看到一方的天地，就注定做不成大事。人的痛苦在于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性，你若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性，那么就能控制自己人性的人来控制你，你就会被消耗，你的生命能量就会被消耗，你的人性就会被人利用，结果就是你的资金以及生命的流逝。高手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针对人性去设计的，一切都必须是商业的思维，一切都必须是现金的思维，一切都必须变成商业，变成现金，变不成现金的商业都是错误的。真正的价值是满足人的本性，顺应人性的社交营销套路，赚钱套路才是最厉害的。用人的本能进行营销，才能收割大量的客户，很少有人能抵抗人的本能。游戏就是顺应人性，你的业务必须辅佐在人性的本能之上。人喜欢真善美，我们就宣传真善美；人喜欢利润，我们就给大家做利润的方法。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挖掘什么，给予什么。一个人无论他怎么说，他只要不是顺着人心说话的，即便是对方有好处，对方也不舒服。人心就是天道，只要你掌握人性，就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只要你满足人心的事情，则一定可以获取成功。社会上最暴力的是什么？社会上最暴力的是人心。我们太过急躁，是因为我们太穷。我们不穷了，我们赚钱就悠闲了，也能征服人心，钱反而更多了。那什么是操控人性？操控人心的核心，必须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你会感到生气？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好事？其实这些都是源于很多小细节。在这里，我会给大家逐渐的分析一下，为你们扫除前路的障碍。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用，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无我这个词，可并没有深入了解过无我的意思。乔布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智能手机的创始人之一，知道他为什么成功吗？他每日的必备功课就是禅修，也就是每天半个小时在自己的禅修房中静坐，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独处。知道是为了什么吗？与内在做连接，与高我做连接。精能生慧，静是古人推崇的大智慧，静是一种智慧。一个人的内心如若不平静，就很难进入到另一个境界，浮躁会围绕着他，从而影响为人处事。仔细观察安静的人做事都是张弛有度的，学会在生活中审时度势，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只有守住静的人，才能收获满满的幸福与美好。浮躁的人，他们总无法静下心去观赏沿途美丽的风景。大多数人都会经历沧桑与磨难，但要保持一颗淡泊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达到了静的境界，你会发现，不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世界有多嘈杂，都能泰然处之，不受世俗的干扰。比静更高的维次就是定，静心打坐的最高境界就是禅定的状态，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试着关掉手机，摘掉手表，关闭所有的干扰，每日留给自己一段安定的时刻，你会发现生命的层级在不停的觉醒，感知力会包围着你。此刻你将进入更深一步的觉醒。普通人向外求，而高手向内求。所谓内求，就是心灵创造一片净土，你要的所有答案皆在心中。最好的老师便是自己。感恩的力量最接近财富，你感恩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好比当你今天因为一件事情受到了挫败，导致了钱财的损失，换一个角度想，这个世界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风餐露宿，衣不
蔽体，甚至居无定所。当你今天没有鞋穿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没有脚？感恩你的每一天，感恩你有健康的身体。学会施舍，学会日行一善，学会当别人的贵人。记着，只有你先成为别人的贵人，你的贵人才会出现。有一句话叫做因果循环，宇宙是圆的，价值创造意义。这里我分享一下我本人是如何进入无我的状态吧。我自己每天就算再忙，我都会花1-2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然后花半个小时左右让自己发呆。这个习惯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之后我才学会打坐、冥想。毫不夸张的讲，那些做生意、做项目让我赚到钱的想法和灵感，都是源于我在发呆的时候。古人说的真的没错，尽人生慧。你什么时候懂这4个字，你就什么时候能改变命运。当我们在专心看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吸收知识，然后当我们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为你带来灵感。真的是这样的，所有伟人的灵感都是在临近的时候生发出来的。你看牛顿，他某天静静地坐在花园的苹果树下，我怀疑他在发呆，然后他就被掉下来的苹果启发出地心引力的灵感了。这时候有的人就会说，我常常发呆啊，为什么我没有生发出灵感呢？很简单，因为你的知识水平不够啊，所以我才会说先阅读后发呆啊。为什么阅读要花1-2个小时，而发呆只需要半个小时呢？因为你懂得越多，你才能生发出更牛的灵感啊。如果你只懂得洗厕所，那你生出的灵感也都与洗厕所有关啊。而如果你懂历史、懂人性、懂投资策略、懂商业模式等等，就算只是简单的理论，你最起码能生发出一些能够提高你收入的灵感啊。你学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就算努力了，也未必有结果。但我很肯定的是，读书是你努力就有结果的事。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亏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而这个世界最赚的买卖，就是看书。因为你只需要花点小钱，就能买到那些伟人一生的精华了。他们都写在书里面了。当然，不要读那些教科书，而是与赚钱有关的书啊。但很多人一看书就会犯困，也抓不准重点。所以其实现今最快吸收知识的方法反而不是看书，而是听书。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花了重金举办了财富自由品书会。我找了一些专业的主播，连同我自己，每周2天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100本好书。这些都是我们花了超过3个月的时间精心整理出来的。大家除了可以去研究作者的思维外，还可以吸收到我们团队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比如创业、赚钱、投资等等。我敢肯定的是，你自己去看书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都需要觉悟和经历，这些都是学校不会教你的知识。品书会里面很多兄弟姐妹就是因为其中的1-2本书而改变了命运，买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开设到自己的公司，透过投资不断的钱生钱，还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等等。另外，大家如果想要瞬间提高自己周边环境的层次，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群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的。我也在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换赚钱做生意的情报，互相的提供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跟你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互相的洗脑，在华山论剑，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我的这个品书会是专门为那些愿意为自己未来拼搏的人而设的，你知道吗？这样的做法已经帮大家筛走大部分的穷人了，因为穷人是不可能认同我这样的想法的。而现在的品书会的优惠是我自己帮大家补贴的，本来想减低加入的门槛，但我现在想想又觉得不必要了，而且我的团队的成本也不低，所以品书会随着书籍的更新不断的涨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就可以马上用优惠加入我的品书会了。第二，角度不同，对待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很多人往往会陷入一种死循环，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糟糕？为什么别人总是比我优秀？为什么我总是成功不了？为什么我的经历总是如此艰难？久而久之，长时间被这种思维笼罩着，只会陷入恶性的循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你看到了黑暗，就会吸引到黑暗的事情；你看到了美好，就会吸引到美好的事情。言及肉身，每天说自己穷，怨天尤人，一定会越来越穷，问题越来越多。所以从即刻
开始，一定要说好的，不要被负面的思维笼罩。你若芬芳，蝴蝶自来。当你只是一个劲的冲向美好，想象美好，你的思维自然而然的会调整到正能量的思维。试想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好业绩，首先他公司的所有人自上而下的都要相信自己的产品足够好，100%的相信公司才能立于不败之地。100%的相信自己的人会屏蔽所有的负能量，想到就去做，不要拖延，这是最大的敌人。战胜他，也战胜你自己。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智商的高低，也不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是境界的高低。境界的高低差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视角不一样。大家都学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话吧。你站在1楼可能只会看到与你一般高低的灌木丛，可当你站到30楼，你会发现有一种一览群山小的感觉。那些本来很巨大的建筑在你的脚下也不过如此。就好像坐飞机的人从上往下看，人群变成了蚂蚁，高楼变成了矮房，这就是视觉带给你的差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我成为首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努力，也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我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当 IBM 都在生产大型计算机的时候，我看到了未来家家户户都有一台小型的计算机放在自己家的桌子上，所以我就做软件。他站的位置不一样，他看得比别人看得远，他能看到当时人们不能看到的事物。我们今天用的智能手机 iPhone， 它的鼻祖乔布斯，他在20年前就跟他的工程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在2块玻璃上打电话。你猜他的工程师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你疯了，一个按键都不要。可如今我们的手机都是这样的，他看到了我们20年前看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呢？因为他的视觉与我们的不一样。同样一个问题发生在了不同人的身上，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之前看过一个例子，金融危机，2个老板同时破产，一个崩溃跳楼，另一个老板说我要干更大的事。多年后过去了，第一个老板因为不负责而跳楼了，他的家庭一度陷入了窘境，妻离子散，老人面临着无人供养的局面。而第二个老板白手起家，东山再起，很快成了业界里面数1数2的富豪，家庭美满，生活幸福。他们看到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也决定了思维的不同。而我就看到了将来 YouTube 创业将会是一个大趋势，因为这是顺着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去发展的项目，就如同当年第一批做房地产的人一样，就如同第一批做电商的人一样。你想要转型，想要去当一名 YouTuber， 可是有人告诉你 YouTuber 是一个虚的行业，很难做起来，然后就把你这把火给灭了。过了几年以后，你看着当初有做 YouTuber 的人全部都发了，你很懊恼，这就是选择的重要性。这样的例子一做一大把，而我现在告诉你，我亲自为大家实测过 YouTuber 这个项目，我发现这是科技进步而送给那些想要白手起家的兄弟姐妹们的一份礼物。因为这项目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成本，你也不需要去租个店或者买些什么食材，你只需要拍部影片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广告收入、接业配、售卖产品等等，你每赚了1万块美金都是纯利，之后还会成为你的被动收入。时间越久，你累积赚的钱就越多。而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话，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我影片描述栏上有一条连接，里面的课程我觉得已经把所有 YouTube 操作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当初也是靠里面的技巧做起来的，所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用连接里最优惠的价格参加。第三，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什么叫做一念天堂？心中为什么有这个念？举个例子，今天你失恋了，失恋的痛苦一直紧紧地缠绕着你，无法从纠结的情绪中出来，此时此刻的你就在地狱。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一个不爱我的人离开了，有什么伤心的呢？应该要庆祝才对啊，这说明还有更好的人等着我到来呢。你的视角就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也随之改变了。刚才那一秒，你或许还在地狱中苦苦挣扎，可下一秒你换了视角，进入了天堂。任何一件事都变成了有意义的，每个遇到的人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上天赠送给我们的礼物。只是有些礼物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包装难看了点，让我们心存恐惧。毫无疑问，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可它本质还是礼物啊。我们不妨细心的拆开这惨不忍睹的包装，你会发现
现它内在蕴含的美好，并且学会享受带给你的这个美好。换个视角，把这些看似不幸的事情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变成了一个正能量的事。一个小女孩，她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出色的画家，可是她的母亲执意要让她成为一名建筑师，认为画画没有出色。多年后，她顺从母亲的意愿，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可只是一个三流的建筑师。结果有一天，在开车的途中遭遇了车祸，下半辈子只能躺在病床上。或许大家现在在想，这原本怀揣着梦想的小女孩，由于工作的原因已经很不顺利了，现在又因为车祸的原因极有可能一蹶不振。可这个女孩并没有因此失意，她躺在病床上想着，我之前的梦想就是画画，何不趁现在这个机会捡起被我遗弃的画笔呢？在她的坚持之下，一天画得比一天好。以前当了工程师，他的工资只够自己花，可现在当了画家，一幅画就能卖出10万美金的高价，甚至更高。他变成了一流的画家，仅仅是因为一个视角的变化，就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从地狱瞬间到达了天堂。知道为什么有那么比你成功、比你优秀的人吗？就是因为视角，他们看到的比我们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高、更宽广，角度不同，看到的结果也就不同。那第四，提高情商。情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不亚于财商和智商。试想，如果一个人无论哪方面都很优秀，可他就是缺少情商，在公司处事不懂变通，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只能活在底层奔波。可同样，一个同事能力或许没有他强，却在待人接物上面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结果升职加薪，很快从一个基层的员工做到了管理阶层的位置。这一切都源于情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融入度日益的提高，较高的情商是一个人发展的助推器。情商是一种基本的能力，它决定了一个人心智的表现。不懂情商的人可以说他没有完整的心智。情商就是一个情绪的管理能力和应变的能力。人的情绪就如同一辆马车，马车是由马匹来拉动的，人体由情绪推动。缰绳就好比控制马的工具，管理情绪的工具也就是情商。如果马失控了，就必须用缰绳来牵制着它，使它快速的恢复到冷静的状态。对人而言也是这样，在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时，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当我们面对每天纷杂的环境、繁琐的工作、家庭的琐事，难免会有一些情绪。良好的情商是处理事物的必备要素。提升情商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顺应时代的变化，为此调节好心理，避免事情的失控。提升情商使我们能够用有限的知识去运作无限的世界，更适合当前压力过大的生存环境。情商对个人而言是通向成功的必备要素。高情商的人往往知道扬长避短，最大的优势就是发展自己最优秀的一面。他们会充分的发挥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从而弥补那些不足之处。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非常的礼貌，经常把麻烦了、谢谢你挂在嘴边，给他人尊重，同时也是为自己赢得尊重。所以我们要学会提高自己的情商，做一个谦谦君子，学会聆听他人的想法，并且礼貌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学会消化负面的情绪，主动寻找那些让自己陷入悲观情绪的原因，并及时处理，保持微笑。在沟通的时候，不妨摆出一个温暖的笑容，不仅可以让对方倍感亲切，也能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发展。秉承着远大的理想，不去追究结果，而是慢慢享受愤怒的过程，充实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有计划、有规律的人，不要做情绪的奴隶，要把主动权拿捏在自己的手里，时时刻刻监控自己，鼓励自己，只有坚持才能成功。高情商的人都有好人缘，人间仁爱是他们的标签。愿你也能做一个为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也许你正是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年轻人，不想再做月光族，不想靠着一份死工资度日。或许你正在抱怨生活为什么对你如此残忍，为何总是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或许你正在奋力拼搏，幻想着明日的美好生活，感谢生活的馈赠。也许你没有专业
业的理财知识，想要理财却不知从何下手，内心想象丰富却迟迟不敢下手。也许你正是一名投资大军中的一员，正在为了一次亏损仰天长啸，不知该进该退，或者看到涨了便手舞足蹈，跌了犹犹豫豫不敢前进，甚至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所以从现在开始，做一名理智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怕失败，也不要为了盈利而失去了本心。秉承着这几点，达到了无我的境界，试着站在更高的地方向下看，这样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眼界也就更宽广了。把每一天过得像新生一样，发现生活的不同面，找到其中的乐趣与快乐，让心胸不再同以前一样狭隘，开阔自己的眼界，那样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体会不一样的人生，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不如在纷乱的大环境中，找到一片属于心灵的净土，让自己休息片刻，拿着有力的武器，再次踏上这段神奇的旅程，不负生活，不负自己。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